做电影解说4年多了，小生才发现，周星驰电影最大的含金量不在于功夫，而在于时间。诺兰的《盗梦空间》讲的是时间，普鲁斯特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讲的是时间，周星驰的功夫讲的还是时间。花了时间才能看见时间。中国语言博大精深，中国功夫亦然。功夫2个字除了代表武术，也表示时间。功夫茶为什么要18道工序？那喝的是茶吗？不，喝的是时间。那么周星驰是如何在功夫这部电影里巧妙地编织时间这一主题的呢？他又下了哪些功夫呢？1400多天过去了，小生重新再来解读一遍这部大家最熟悉的周星驰电影。伴随节奏感十足的音乐，一只蝴蝶飞过，逐渐我们看清了它环绕的东西，2个大字，片名功夫现身。精巧的片头设计，大家都知道这只蝴蝶在片尾还会出现，这就是星爷的时间轨迹，通过一部电影的时间让主角阿星化茧成蝶。另一方面，时间还是需要节省的，好电影连漏片名都在叙事，并且指点主题，反观烂片呢？好吧，小生又在浪费时间了。开场结束，作为时间管理大师的星爷继续掌控着时间的奥秘，由一个警察局的长镜头开始，行云流水般的交代了整个故事的时代背景。作为罪恶克星的警局被鳄鱼帮狠狠羞辱，还有谁？而一眨眼的功夫，鳄鱼帮又被斧头帮黑吃黑，弱肉强食的社会丛林法则被展现得淋漓尽致，而这一切仅只花了6分钟。至于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，星爷做了模糊处理，但他又给了足够的细节。通过片中的道具，火云邪神出场时看的报纸，警察的金色鸽子警徽，我们可以推断出故事发生于1947年的广州。接着是主场景猪龙城寨，一个鱼龙混杂的小社会。注意这里的细节，苦力强挑起袋子的脚，正是他后来对付敌人的武器。裁缝挂在衣架上的铁环，油炸鬼饭店墙壁上的棍子也是一样。包租公包租婆、酱爆、龅牙珍悉数登场，人物性格也在插科打诨中展露无遗，而这一切也才花了5分钟。片外彩蛋，周星驰出生在香港九龙的贫民区，童年时做过很多工作，包括帮老人摆地摊卖指甲钳，去酒楼推着滑轮车卖虾饺，到五金厂打工，在尖沙咀骑自行车兜售报纸等等。电影中猪龙城寨里形形色色的人，就是周星驰平日里再熟悉不过的人。可以说他的创作真正的来源于生活，来源于底层。刀子嘴豆腐心的包租婆，平日里唯唯诺诺，关键时刻出手相助的3大高手，这些朴实善良的人物形象，也是时间印刻在周星驰内心的温暖底色。球技好人品差的小混混现身，注意这里阿星还没露脸，但看过前作少林足球的都知道，这肯定是刚在少林进修完球技的周星驰。好的导演都不会轻易的让他的主角出现，一定要做足了铺垫，遮掩下吊足观众的好奇心，主角的出场才有分量。这不，影片都开始10几分钟了，阿星才露出正脸，这不是拖沓，恰恰是星爷对观众观影心理和影片时间节奏的精准把控。阿星和肥仔谷狐假虎威，没成想炸出了真正的斧头帮，黑云压城城欲摧，猪龙城寨迎来了危机。好在3位高手出手相助，才暂时化险为夷。这里琛哥要数3个数1、2，但没等数到3，就把打火机扔了出去。同样，之后师爷在测试阿星的开锁速度时，也进行了倒数，而这次只喊了1个数。2次相同的桥段设计，说明了在黑帮眼中哪有什么时间观念，坏人永远不会遵守时间的规则。吃了瘪的斧头帮逃回老巢，阿星想当坏人的愿望也没有实现，落魄街头。时间闪回，少年阿星练如来神掌，路边的小树不知是被一阵微风还是他的掌风吹动，阿星以为自己练功有了效果，于是路见不平，却惨遭羞辱。这件事对他打击极大，也是从此他萌生了做坏人的想法。此时的小阿星还不懂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而是时间未到。功夫为什么好看？因为他借鉴了闯关游戏的逻辑，一山还比一山高，一关要比一关难，但游戏都是越玩越有意思的。斧头帮找来了天残地残，
法师课进战，3位高手很快败下阵来，但没想到还有高手。包租婆一招全屏 AOE 秒了天残地残，果然还得用魔法打败魔法。一方唱罢一方登场，终极 BOSS 火云邪神来了，一身别致的造型，过马路可能都需要人扶，但却子弹都抓得住。冤家路窄，来找斧头帮算账的包租公和包租婆被火云邪神发现，目前已知的最强战力都坐到了同一张桌上，观众也第一次知道了包租公和包租婆的名字。难道就是人称神雕侠侣的杨过、小龙女？这里星爷使用金庸武侠小说的梗，不仅是对金庸先生的无厘头致敬，还在自嘲年轻时的自己。谁都知道20岁出头时，他曾在金庸剧组跑过龙套。大战一触即发，但包租公和包租婆的功夫在邪神眼中俨然已成了慢动作。本能靠实力取胜的二人，是因为心中的仁慈惨遭邪神偷袭。在这僵持的关键时刻，命运的接力棒来到了小人物阿星手中。自古正邪不两立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侠肝义胆的杨过小龙女说这句话时，特写给到阿星。没错，这句话他听进去了，而且不止听过一次。正所谓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济恶惩奸，维护世界和平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，好吗？时间和精力才能让一个人成熟。同样一句话，阿星在时间流转中领悟到了。正所谓，人物在压力之下做出的选择，揭示人物性格，压力越大，揭示的越深。阿星终究是个好人。气急败坏的邪神不明白阿星为什么打他，于是掏出沙包大的拳头，打得阿星他老妈都认不出来了。或许直到影片结尾，阿星彻底打服了他，并说出这句话时，想学啊你？我教你啊。他才明白，他明白的是什么？是差距。这个差距有多大呢？3、4楼那么高了。看吧，时间和空间都是相通的。电影里一直在强调快，天下武功，无坚不破，唯快不破。快就是一个时间概念。为什么阿星要在万米高空从天缓缓而降？就是要说，火云邪神你不是快吗？不是子弹都抓得住吗？那对不起了，我这个从天而降的掌法它就是慢，而你就是逃不掉。因为这个终极大招是花了这么多年时间，经历了这么多事儿才悟出来的，哪有什么万中无一的绝世高手啊？化茧成蝶需要的唯有时间。快与慢形成了鲜明对比，慢战胜了快，起作用的根本不是那本2分钱的秘籍，而是时间使然。影片的结局也再次说明了这一点。如果这部电影要讲的核心是作为武术的功夫，那么结局应该是阿星成为武师，开武馆，传道解惑。但没有，星爷选择了在影片结尾让2个人的时光倒流，回到了小时候，从懵懂少年到经历社会沧桑的成年，再回到那个梦幻的美好的童年。糖盒上的画面变成了现实，观众在1个半小时的时间里被提到了嗓子眼的心，在这一刻得到了最好的慰藉。所以时间是能抹平一切的东西。周星驰花了这么多时间，下了这么大功夫，就是为了告诉我们，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还是时间呢，朋友们。至此，我们进一步聊聊爱情和时间的关系。哑女方愿意花那么久的时间去等那个儿时救过自己的阿星，哪怕一开始等到的已物是人非，她还选择相信，选择追，选择等。阿星笑得多大声，周星驰的心里就有多疼，因为现实中他献给了观众多少时间，荒废了自己多少时间，又辜负了多少等待他的时间呢？值与不值，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。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，但是我没有珍惜，等到了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。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。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，我会跟这个女孩子说我爱她。如果非要把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1万年。片中的阿星参悟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，片外的星爷是否也在时间的世事沧桑中领悟到了1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呢？儿时不懂周星驰，懂时已是戏中人。
周星驰的喜剧注定是时代的笑与时间的泪。就像《功夫》这部电影的评分，从最开始的6分慢慢涨到了现在的8.9分。周星驰没有变，功夫没有变，唯一变的是我们呐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们这些看着周星驰电影长大的孩子，才一点点看懂了那个独自站在城墙上的至尊宝，才一点点理解了手握破碎棒棒糖的方，才一点点带入了一心想成为演员的尹天仇。何为经典？经典就是下了功夫，就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人的时间是有限的，即使天才也如是。周星驰把他下的功夫、花的时间、付出的心血献给了观众，所以我们愿意把时间献给他的作品。可在拍电影、看电影过后，时间依旧滚滚向前。